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嘅。咁我哋呢一集呢，同大家睇下香港嗰邊嘅新聞啦。咁香港嗰度呢，特區政府就公布新一年嘅施政報告咯。咁呢個施政報告呢，有幾點呢？大家一齊睇睇啦。咁主要講到樓市減辣啦，同向每個啱啱出世嘅 BB 派2萬蚊啊，諸如此類嘅嘢啦。咁首先啦，睇咗樓市減辣方面啦，咁香港就將額外印花稅嘅適用年期由3年縮減到2年啦。即係話業主持有物業2年之後再出售，就無需再繳付樓價10% 嘅額外印花稅。咁買家印花稅同新住宅印花稅嘅稅率減半，兩者就會由15% 減到去7.5%。佢話呢個安排啊，係有助減輕已經擁有住宅物業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再購買住宅時嘅財政負擔，而非香港永久居民購買住宅物業嘅成本又點樣呢？而為外來人嘅置業印花稅就會實施先免後徵，即係優化舊年為合資格外來人才退還喺香港置業嘅印花稅安排，由原本購入物業嘅時候先徵收買家印花稅同新住宅印花稅，然後喺相關人士喺香港住滿7年，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之後就會退還啦，就改為喺購入物業嘅時候先暫時免徵收相關稅項。如果相關人士未能夠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呢，先至要繳付相關費用。新安排呢就會適用喺今日或者之後所簽嘅買賣協議，即係話你如果係未來會攞到香港證嘅，咁呢個就免咗你；如果你攞唔到嘅，就要收翻你咁講啦。咁睇到啦，香港對於樓市呢個減壓政策呢，佢都唔敢係完全開放噶。仲有啊，你要知道啊，香港個樓市係跌得金過澳門噶，跌得金過澳門嘅情況之下，佢哋呢個樓市辣招都唔敢係叫大手大腳咁做，咁證明呢，佢哋知道如果樓市呢樣嘢控制得唔好呢，就會引起民憤嘅，因為住呢個需求呢，大家一定都需要嘅。如果令到個樓市係失控嘅話，好可能呢，好多市民就會民不聊生啦。所以呢個香港嘅減辣佢係冇完全減嘅，咁我哋拭目以待睇睇澳門呢邊嚟緊樓市減辣到底會減到乜嘢程度，係完全減晒定一話係減啲唔減啲，類似香港嘅做法啦。咁如果佢好似香港咁樣叫減啲唔減啲嘅話呢，咁都還可接受，因為有一個調整性喺度啊嘛。咁但係如果完全減辣鬆晒綁嘅話，到底會發生咩事呢？咁好可能啦，一係大升一係大跌嘅啫，急住走佬揾人接火棒啊嘛。咁大升咪就係有一紮外來人士嚟到澳門掃樓掃乾你啲貨，炒起佢乾升咯，自己炒起嘅啫嘛，得呢兩種可能性嘅啫。咁大家認為澳門減辣會同香港差唔多啊，定一話係完全減辣呢？咁香港呢一個施政報告亦都有提到鼓勵生育啊。佢話而家新出世嘅 BB 嘅獎勵金就會由今日起，佢就話會向每名喺今日起喺香港出生而佢父母都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嘅 BB 發放一筆2萬蚊嘅現金獎勵，為期3年啦，之後再作討論。只要係阿爸或者阿媽其中一個人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得啦。咁另外啦，佢話提高與居所有關嘅稅項扣除最高限額，2024同2025課稅年度起啦，如果納稅人同今日或者之後首個出生嘅子女同住，佢嘅居所貸款利息扣除或者係住宅租金稅項扣除嘅最高限額就會由10萬蚊提高2成，去到12萬，直到呢一個仔女呢係滿18歲為止啊。咁另外啦，2024同25年課稅年度起，政府喺薪俸稅同個人入息課稅之下設立每年最多10萬蚊輔助生育服務稅項扣除，而新生嬰兒嘅家庭、居屋、綠置居等等係會優先揀樓嘅，新生嬰兒公屋優先安排，減1年輪候時間。而明年4月起，幼兒中心家長津貼呢就會由最多
每個月600蚊提高到1000蚊，係適用於所有受政府資助嘅獨立幼兒中心同附設幼兒園嘅幼兒中心啦。咁佢呢一個施政報告呢一個政策呢，我睇就係對於人口方面，佢係想做一出好戲俾人睇啦。因為其實以大陸嚟講啊，大陸而家都谷緊一個生育率噶，咁香港就諗辦法要做場好戲啦。咁如果我俾大陸知，哇，我呢套方法得喎，你睇下可唔可以跟我？咁但係啦，香港呢一套方法呢，就生小朋友就送現金啦。咁稅方面都唔好太留意啦。咁最要睇嘅其實就係關於呢個居屋輪候綠置居優先揀樓呢啲嘢咯，同埋減1年輪候時間啊。呢一樣嘢其實對香港大部分市民嚟講呢，可能會比較重要咯。咁因為始終香港個住屋成本都好重啊，租金又非常之高。要買樓仲難過澳門嘅，咁所以就出呢啲咁樣嘅政策，就想你呢生仔生咗先啊，生咗嘅話呢，咁你咪可以快少少輪候得到咯，氹咗你先咯。咁至於有冇人願意生，未知之數啦，真係，因為而家養小朋友嗰一個成本非常之重，除咗養小朋友嘅成本重之外啊，仲有啊，我哋要揾時間去陪小朋友噶，唔係生咗唔使理唔使養噶。而家同以前亦都唔同啦。其實而家嚟講，大部分嘅人呢都係要叫做呢供一份婆一份先至可以頂到個生活噶。但係而家你供一份婆一份嘅話，基本上你變咗係冇時間陪你嘅小朋友啊。而家個社會就係咁畸形咯，但係都冇辦法啦。鬼叫每樣嘢嘅成本都加到咁犀利咩？啲嘢個價加咗上去，又唔會減翻落嚟嘅，最後咪又係揾着我哋啲小市民嚟搞。咁仲有啦，佢呢個施政報告同時講到，我要解決劏房問題啊。佢話政府將會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由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任組長啊，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做副組長，以10個月嘅時間深入去做一個調研，就劏房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取締不合最低標準劏房嘅方法，同埋防止不合最低標準劏房再增加等等嘅目標，就提出建議啦。咁呢個就話係想改善居住環境啦。咁劏房呢一點其實都已經證明得到香港人啊喺居住住屋嘅需求同埋成本都非常之重噶。咁啊第4點啦，就話支援殘疾人士啊，提供津貼鼓勵就業，推行為期3年嘅試行計劃啊，仲有向領取綜援而有工作嘅殘疾人士每個月發放500蚊嘅津貼去鼓勵就業啊。受惠人數佢估計係可以去到6800人啊。咁6800人就唔算得上好多嘅。咁仲有一點就係講緊中年再就業啦，而政府就話會推出3年嘅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對象呢就係連續3個月以上冇從事任何獲得報酬工作嘅40歲以上中高齡人士，如果佢哋連續6個月完成到工作，就可以發放1萬蚊津貼，同連續完成12個月嘅工作呢，可以再攞多1萬蚊嘅津貼，去加大佢哋重投工作嘅誘因啊。預計呢係可以惠及6000人啦。咁但係啦，有冇諗過呢？呢啲咁樣嘅中年再就業嘅人士，佢唔係唔想揾工，係揾唔到工做呢？或者係嗰份工呢，係唔能夠令到佢做到咁耐啊？咁樣嘅話，其實都好似有少少無補於事喎，啱唔啱啊？咁當然啦，出呢啲政策就係想氹翻佢哋積極啲揾嘢做咁咯。咁至於搶人才方面呢，可以攞到香港身份證嘅高才通大學個名單啊，係會增加到184間，然後啊，仲話開放越南人才去香港就業，放寬越南簽證啊。再加上會引入公司遷冊機制，就便利外地公司遷冊嚟香港，就吸引外國同內地龍頭企業喺香港設立總部、分部、科研中心。而喺香港註冊公司嘅外國人員呢，係可以一簽多行去到內地，跟住仲會成立人才服務辦公室，為嚟香港嘅人才提供支援啦。咁呢一個高才通呢，其實就好勁嘅。
你只要申請嘅話呢，個零月你就可以攞到香港身份證，而且係可以保留大陸嘅戶籍啊。咁佢喺引入大陸人方面呢，係做得非常之好啊。咁如果係擴展到184間嘅話，咁我相信啦，香港流失咗嘅勞動力，即係移咗民嗰班呢，好快就可以俾香港呢班所謂嘅高級人才就取代得到噶啦，而且佢數量都好驚人噶，係會爭住過去香港攞香港身份證噶。因為你攞多張香港身份證對佢哋嚟講係吸引噶，亦都唔使攞啲乜嘢成本出嚟，好簡單啦。只要係呢184間大學，佢就可以去攞到香港證啦。如果我喺大陸讀，我都想去攞翻張香港證啦。咁因為做好多嘢都方便啊嘛。至於呢班人呢，應該會有唔少人係會去到香港嗰度工作嘅。咁啊，變相嚟講呢，係香港嗰度會幫大陸解決到部分失業嘅呢個問題啊。因為嚟得嘅都係大學生啦，你如果解決到10零萬嘅失業人口，咁都叫做到嘢啊。咁你香港嗰度攞到香港身份證啦，變咗香港人啦。咁呢扎人呢，佢失業可能亦都唔會計落去大陸嘅失業率嗰度嘅噃。咁而香港亦都開放埋勞工噶嘛，咁所以佢哋喺就業方面呢，應該都會叫做下嘢嘅幫大陸。咁另外啦，呢個基本法23條呢，就話會全力研究有效立法嘅方案啊，就希望呢喺2024年就會完成立法啦。咁另外亦都會設立一個愛國主義嘅教育工作小組，成立一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啊。咁李家超就講到啦，政府啊係要全力去維護國家安全啊，去完善法律制度同執行機制，就香港呢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啦。咁所以呢一個23條呢，就會喺2024年內完成立法。咁佢亦都提到啊，而家個地緣政治複雜啊，有啲國家因為自身利益啊，刻意針對中國啊，阻礙一國兩制喺香港成功實施。外部勢力係繼續插手干預香港嘅事務啊。咁而家香港國安法呢，就填補咗特區國安法真空嘅漏洞，係完善埋選舉制度，排除咗反中亂港分子或者外國嘅代理人滲入特區管治。咁施政報告亦都講到啊，而家面對全球網絡攻擊嘅風險不斷增加，政府會提升關鍵基礎設施嘅，包括係能源、通訊、交通運輸、金融機構等等網絡安全嘅保護啊。2024年就會向立法會提交網絡安全立法嘅草案。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就睇到呢度先啦。咁之後如果仲有啲乜嘢更新嘅話，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